陈麦冬，还好我了解你，不然我现在已经开始害怕了。你是对我家的灯有什么意见吗？取暖、照明，这些都对人的情绪有影响。暖光能让所有的棱角变得柔和，让人心神安宁。自己独处的时候，可以试试。记住了。哎，对了，你不是和王西夏一块住？这你都知道？忘了哪个老同学提了一嘴。他还没回来呢，相亲去了。怎么？以为我们城里人都不相亲，都在酒吧里搞对象？走了。陈麦冬，谢谢你。对你妹妹多一些耐心。坦诚是一切的解药。幸好今天有你，否则他把我给问烦了，肯定会告诉他，何叔是一定会上天堂的。你何袅袅要是想去那里，也得通过那儿的考试，差生是见不到亲人的。你可闭上嘴吧。你呢？还好吗？还好，你不是告诉过我吗？生而为人，只能节哀。带袅袅出去转转。你俩都是。陈麦冬，你把我删了。什么？微信，把我删了。行吧，加回来吧。那事过了。什么事儿？车站。接吻。手机，赶紧的。你这人啊，什么都好，就是度量不太行。走了。路上小心。知道了。所以张姐，失去的本质是在教会我们慢慢学会接受。我知道你现在很难忘，但总会撑过去。该离开的总会离开，留不住。生而为人，
知道简爱。妈，我来吧，你去睡会儿。我困。不困也得睡。明儿鲁记店不是重庆开张吗？你明儿回上海了吧？你回去好好工作，你不用惦记我。我回去把事儿交接之后，常用的东西收一收，很快就回来。你回来干嘛？我这不是说不用你了吗？妈，我已经不是12岁了。你多大也是孩子，我说不用就不用。你以为这个家就光你硬气啊？我说回来就会回来。妈，已经到这会儿了，只能自己帮自己了，一定会撑过去的。知道。东西都给你收拾差不多了，你看看还有什么要带的。如果落下什么也没关系，我再给你快递嘛。想哭呢就哭出来吧，在我面前憋着，哭了，没什么用。你就先回去陪陪妈一阵子，咱们等那厂子、店里都踏实了再回来。公司这边我帮你盯着，客户信息、行业资讯，我都随时给你更新，保证你再回职场什么都不会落下的。我明天先去公司做个交接。张姐，人类的悲喜呢并不相同，你这脆弱的一面留给我们亲近的人看就好了。你到了公司该发威可发威啊，别让那些虎视眈眈盯着你职位的人觉得你是只病猫，一去不复返了。放心吧，我有数。我这次暂时离岗，更多的要靠你们自己了。干我们这行讲究攻守，不仅要和同行竞争，更要守住老客户。但记着，你们做的每一件事情都要在底线内，不要破坏行业的生态环境。只有蛋糕足够大，每个人分到的才会多。庄姐，你放心，我们一定不辜负你，把后续工作做好。所谓销售高手，就是要把别人认为很简单、很白痴的事情做到极致。比如你们去推销产品，不光要知道理论数据，
更要知道产品如何配套，市面上的同类设备是什么，甚至各自的收费信息、医保信息，你们都要掌握。不但要会整理，更要会分析。还有问题吗 ？OK。庄姐，你这就撤呀？还有事儿啊？我昨天跟领导请示了，您不在这段时间，我想坐您的工位。您也知道，我们这些新人连固定位置都没有。但我真没别的意思，就是想沾沾销冠的运气。领导都没意见，我更没问题。但首先要纠正你，成为销冠不是靠运气，否则我刚才的经验都白说了。还有暂坐可以，别放太多私人物品，否则等我回来你还得腾出地儿，麻烦。当然。庄姐，你可别想多了。小贾，想得多的从来不是我。我理解你年轻气盛、野心勃勃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这是优点。但记着我说的话，干我们这行也有底线才走得远。我在职场这么多年，最不屑的一个词儿就是内卷。或坐高位或居人下，都得各凭本事。你很聪明，但有些道理，可能你未来才会懂吧。妈，你别急，慢慢说。谁不见了？何袅袅离家出走了？这个家要是没我爸，我早就离家出走了。妈，袅袅都轨迹另一个人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她要真能只身闯上海，我都对她刮目相看了。你别急，我待会儿就去车站问。现在工作人员都很负责的，看见一小姑娘独自出行，肯定会盘问的。你别急啊，你别上火，我给你信儿啊。谁啊？陈麦东？啊？何袅袅，你想干什么呀你啊？你留个字条你就走了，妈担心死了，你知不知道？你主意怎么这么大呢？这不平安无事了吗？这领导有惊无险，这要出什么事就晚了。你先给廖姨报个平安。哦。你怎么逮着他的？我来上海开会，碰巧在车上遇见了。谢谢你，真的，我都担心死了。没事儿，你好好跟他说。我先走了。你有急事儿？那也还好。那要不要坐下来喝杯水？也没有空吃饭答谢你。你在也省得我俩话不投机，我再揍他。你怂打孩子？我可以从现在开始学着打。妹，你到底怎么了？为什么要这样？家里冷。什么意思？我总觉得爸还在家里，
他想带我走。何娘娘，你别胡思乱想。何叔那么疼你，怎么会带你走呢？正是因为他疼我，才想让我去陪他呀。你们不都说他去了更好的地方？说实话，其实我是想跟我爸走，但又怕这咱妈没法交代。何娘娘，你越说越离谱了。你怎么这么不尊重小孩的感应啊？我就是知道爸还在，他总着我说话的。妹，我怎么会不尊重你呢？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也一样啊。但我们不能这么想。即便都是12岁，都是没有爸爸，你也不是我，代替不了我的感受。娘娘，你的感受未必是错觉。世间万物的基础结构都是原子，包括人。某种意义上，其实就是一种能量，只是看不见、摸不着。你朝夕相处的爸爸，只是换了一种能量形式存在，所以你能感应到，也很正常。所以我爸真的还在房子里，对吗？他永远在你的心里，这一点很重要。可我想调到我爸的频道，告诉他我很想他，忘不掉他。有些话你不说，你爸爸也能感应得到。他现在应该很担心你，因为他的突然离开，对你们一家都是很大的打击。我们每个人上学要考很多的科目，但却从来没有死亡教育这一项。死亡烂透了，我为什么要接受这种教育啊？娘娘，死亡呢，其实只是一场漫长的捉迷藏游戏。你现在找不到爸爸，并不代表你的生活就没有了意义。正因为你爸爸藏了起来，你才更应该珍惜身边其余的家人。不是？那我爸爸他现在过得好吗？还会有什么痛苦吗？对不起，这个我也不知道。但以我的专业来说，刚离开世界的人，他们的身体既不是残骸，也不是遗迹，而是正在经历某种生命的转变、孕育和孵化吧。
当人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，科学家们曾有过一种猜测：你身体里的亿万个原子开始疏远，不再受制于人类的形态，构成人身体的零件像毛衣一样被拆开，伴随着人的最后一次呼吸，这些原子开始分解，融入周围的土地。原子形成了新的组织方式，它们成为了赞美葵的叶子、带斑点的蜗牛、玉米核、甲虫的上颚，甚至是鸟尾巴上的一根羽毛。但这些原子，每一颗都携带着之前的标记，所以生命并不会消失，只是以另一种形式存在。曾经的你可能会拥抱，会笑，会皱眉，但现在也许变成了与浪花共舞的海藻，在积雨云下摇摆不定的漏斗云，扑棱着身体产卵的小银鱼，或是滑行在漩涡里的鹅卵石。你的身体可以跨越大江南北，让草原伸出皱褶，让松树枝弯折，让白鹭扑打双翅。总之，你曾经渴望地登上山巅，漫游海底，征服天空，现在都会很轻松地做到了。刚才故事没讲完吧？后面呢？建议你自己去看书，《死亡的故事》，作者大卫·伊格曼。要参观一下吗？阳台的风景最好，可以看见东方明珠塔。不过是座电视塔而已，有什么好看的？陈麦东，还好我了解你。不然我现在已经开始害怕了。你是对我家的灯有什么意见吗？取暖、照明，这些都对人的情绪有影响。暖光能让所有的棱角变得柔和，让人心神安宁。自己独处的时候，可以试试。记住了。哎，对了。你不是跟王西夏一块住？这你都知道？忘了哪个老同学提了一嘴。他还没回来呢，相亲去了。怎么？以为我们城里人都不相亲，都在酒吧里搞对象？走了。
陈麦冬，谢谢你。对你妹妹多一些耐心，坦诚是一切的解药。幸好今天有你，否则他把我给问烦了，肯定会告诉他，和叔是一定会上天堂的。你和袅袅要是想去那里，也得通过那儿的考试，差生是见不到亲人的。你可闭上嘴吧。你呢？还好吗？还好。你不是告诉过我吗？生而为人，只能节哀。带袅袅出去转转，你俩都是。陈麦冬，你把我删了。什么？微信，把我删了。行吧，加回来吧。那事过了。什么事儿？车站。接吻。手机，赶紧的。我这人啊，什么都好，就是度量不太行。走了。路上小心。知道了。